知道吗？在 Roblox 中存在大量现实悲剧改编的游戏，比如铁达尼号的悲剧、惨烈的火车对撞，甚至是特内里费空难。接下来我将试一下这些游戏，看它们是否真的还原现实。第一个游戏《铁达尼号》，相信大家就算不了解但也看过这个电影名场面。哎，不对，来错地方了，这是船尾。走走，去船头。不是，这么大一块浮冰挡在航线上，完蛋完蛋，又撞上了。哎，没撞到。啊，不对，撞到船身了。船员应该检查锅炉房是否损坏，看看去。海水已经淹没了锅炉房，这下完了！我的 Lost 你在哪 ？You jump, I 不 jump。滚！救我救我！短短几分钟，船头已经沉没了。但仔细听，有音乐响起了，这让我想起了电影中船上的音乐家，他们没有逃亡啊，而是在甲板上坚持演奏，试图安抚乘客的情绪，让他们安静，直到最后一刻。在这场悲剧中，我们知道客轮的电力系统将被破坏，客轮也会被断裂成两半。那游戏中会把这种全部还原吗？经过了20分钟，游戏中的船也没电了，现在船头还在下降，声音有点不对劲，船体直接从中间断裂成两截啊！这个场面真的太夸张了。游戏对整个事件的经过还原还是很现实的。哎，有救援船只来了！看着这艘作为世界上最大、最豪华、号称永不沉没的梦幻客轮，却永远沉睡在了冰冷的大西洋，说实话还是太令人惋惜了。在游戏中救援船只来得很快，但在现实中就没那么幸运了。船上当时载有2200多人，1500多人不幸遇难。但这本是一场不至于如此惨重的伤亡。一开始撞击浮冰后，乘客并不认为这艘巨大的客轮会沉入海底，自救工作还遵守着妇女和儿童先上的原则。但随着海水在船舱不断上升，到处挤满了人啊，为了活命也再也顾不上原则了。只是救生艇根本不够用啊，当时船上只有20艘救生艇，只能容纳1178人，大概只有船上总人数的一半。很多人掉进冰冷的海里，想象一下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大西洋有多恐怖，有多绝望啊！经历了2小时40分，船只完全沉没，他们迟迟等不到救援船只，被冻到失温，直至惨死，太悲惨了。接下来这个游戏特内里费空难是人类航空史上最惨重的一场灾难。进游戏看看发生了什么。2架飞机同时出现在同个跑道，这绝对是严重失误啊！完蛋了，这也太恐怖了。这种本不该发生的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来看一下还原事件的纪录片，这雾气浓得像是牛奶啊！2架飞机相对而行，但他们根本不知道对方的存在啊！巧合的是，跑道中线灯也损坏了，而且在当时根本没有地面雷达。塔台管支援失去了对2架飞机的视觉控制，这时一名机长没有经过起飞允许，选择推下油门准备起飞。更致命的是，无线电信号发生了干扰，两边都听不到对方说什么。飞机还在加速，另一架飞机也进了跑道。机长看到有飞机加速过来了，他想要离开这。准备起飞的机长也看到前方的飞机，但这时候已经不够距离刹停，只能强行起飞越过对方。机尾已经在跑道上擦出了长长的火花呀！完蛋，又撞上了！这画面也太恐怖了，人为失误、致命巧合和恶劣天气，这重重厄运叠加在一起，最终导致了583人丧生的惨剧，是迄今为止机上人员死亡人数最多的空难。前一场惨剧但凡少一个不利因素，伤亡都不会这么夸张了。看看接下来这起只有人为失误的空难，韩亚航空214号航班，飞机出现了，直接跟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，这下真的东一块西一块了。让我们来看看还原动画，飞机正在正常航行，准备降落啦。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？这飞的是不是有点太低了？飞机的主起落架和机尾重重撞上了跑道，机尾瞬间折断脱离啊！从影片上对比，可以看到 Roblox 这款游戏的还原度还是挺高的。根据调查得知，由于当时的机组人员太过依赖自动驾驶，没有时刻留意飞行的高度和速度，当系统发出警报时，已经为时已晚了。最终，此事故造成了3人遇难，100多人受伤。下一个悲剧是冰塔罗火车相撞事故。是印度尼西亚历史上最惨重，也是最著名的铁路灾难之一。这列火车正在单线铁轨上正常行驶，但这边也有火车呀！一道铁轨上能出现2辆相对而行的火车，调度员是没睡醒吗？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，这距离刹车已经来不及了。看一下事故的还原片段啊，
我天啊，场面有点震撼了。他们看到对面驶来的火车，看到的人还能跳车，但对于坐在前面车厢内毫不知情的人来说，真是飞来横祸呀！事故调查显示，一名工作人员在没有获得明确安全的许可下，擅自改变了列车的交汇地点，最终酿成了这场悲剧啊，造成了130多人死亡，300多人受伤，是印度尼西亚迄今为止最严重的铁路事故。接下来这起悲剧直接宣告飞艇时代已经落幕。让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。现在我们在气体舱，基本上整个飞艇内部都充满了气体。如果遇到任何火花，整个飞艇就会瞬间燃烧殆尽，非常危险啊！继续往前走。哇，这里的风景不错哎。我脚下的地方是船长室，就是这么一小块地方操控着庞大的飞艇，真是个奇迹哦。现在我们在飞艇的咖啡厅里喝着咖啡，看着报纸，这生活太爽了。这里还有 NPC 扮演的服务员和乘客，看着也很享受这趟旅程。发生什么事？我去，什么鬼？快跑！立即去海港长廊搭乘降落伞。走走走！完蛋了，这边也起火了！救命救命！新船长还不如信我是秦始皇啊！谁来救救我呀？哎，没死。飞艇已经降落到这么低了，船长你是真行吗？让我们来看看现实中发生了什么。这艘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飞艇正前往新泽西州的莱克赫斯特，成千上万的人在欢呼迎接它的到来。然而，当新登堡号准备降落时，一点火花点燃了维持飞艇漂浮的氢气，这上面可全是易燃的气体啊！摄影师记录了这宛如炼狱般的画面啊！许多乘客为了求生，从火海中纵身跳下。不到1分钟，这艘巨大的飞艇就被完全摧毁了。随后，救援人员不顾危险冲入现场，努力将伤者救至安全的地带，但仍有许多人无法获救，葬身火海。最终，这场悲剧造成了36人遇难，摧毁了民众对飞艇安全性的信任，也宣告了巨型飞艇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。下一个悲剧是火车脱轨事故，看看是个什么事？这不是稳稳进站了吗？哎，杀出火花了，有点停不下来的样子。哇，我天啊！直接冲出了室外。那现实是怎么样的呢？驾驶员发现了不对劲，他们尝试让列车停止，但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根本停不下来啊！他们只能看着这辆列车冲出轨道，越过车站大厅，撞穿车站围墙，掉到了下面的广场上。奇迹的是，乘客幸免于难，但街道上一名妇女被倒塌的砖石砸死，而造成这场事故的原因令人唏嘘。只是由于火车晚点了几分钟，司机就加快速度想弥补损失的时间，结果速度过快，造成了这场悲剧啊！我是小贝的游戏食堂，我们下期见。